大家好，我是丽姐。干婚恋红娘这行也有些年头了。说到大龄剩女择偶啊，外面的人议论可多了，好多人一提起，就直摇头，觉得她们要求高、挑剔，甚至过分得很。可我天天跟这些姑娘打交道，得替她们说句公道话，她们那些要求背后其实都藏着自己的考虑和想法。你想啊，年纪大了，经历过风风雨雨，再选伴侣，能不慎重吗？不过，有些大龄剩女的要求，真的是让我这个见多识广的红娘都忍不住要叹气。就说最近我接手的一位女客户吧，可把我给折腾坏了，我心里头只想给她上上课。这姑娘34岁了，按说也不算小年轻了，早该明白些事理。她长得倒是高挑，身高168，体重管理得不错，平时穿着打扮那叫一个精致，走出去妥妥的都市丽人模样。我跟她前期沟通的时候，她言语间透露出对这次相亲满怀期待，说是终于能见到一位合适的男士。我这心里也跟着松了口气，寻思着这回说不定真能帮她觅得良人。相亲那天，男方来得准时，我远远一瞧，心里就暗喜，这可比我预想中的还要优秀。人家是某知名企业的高管，身高180，身材魁梧结实，往那儿一站，满身的精气神，一看就是个有事业心的主。见面后，男方很有礼貌，主动上前问候女方：“你好，很高兴见到你。”女方呢，轻轻瞥了一眼男士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回了句：“你好。”我在旁边瞧着，觉得开场还挺顺利，暗暗期待着后续发展。哪晓得男方刚坐下，很自然地抛出个问题：“那你平时都做些什么呢？”这问题再平常不过了，就是想打开话匣子，互相了解了解。可女方接下来的反应让我差点惊掉下巴，她一开口我就忍不住捂脸。她慢悠悠地说道：“我不介意你年薪100万，但你最好不要超过我。”男士明显一愣，估计没想到相亲开场没几句，就直接扯到薪资这么敏感的话题上。女方可不管男方的惊讶，接着侃侃而谈。怎么说呢？我打拼到现在，虽说自己也有份收入，能养活自己，但我要是找另一半，肯定希望他经济独立，有能力给我提供足够的物质保障。我这人特别喜欢旅游，年假得能让我自由安排，我可不想因为结了婚，就被困在家里，没机会出去看看世界。男方脸上的笑容已经有点僵住了，但还是纳着性子，继续问：“那你平时最看重另一半的哪些品质呢？”我在一旁心里直打鼓，就盼着女方能稍微收敛点，说点接地气的。结果她的回答更是让我震惊不已。我希望你能有责任感、上进心，这是最基本的吧。还得体贴，能懂我的心思，别整天大大咧咧的，一点都不关注我的感受。而且品味一定要好，穿着不能太邋遢，生活得有格调，哪怕是周末。我也不想就窝在家里，希望能有不一样的约会体验。出去看个展啊，听个音乐会啥的。还有啊，我肯定不会做全职太太，我有自己的事业追求。要是你给不了我有竞争力的生活方式，我可没兴趣。男方的脸色渐渐变得尴尬，他忍不住开口道：“你这要求也太高了吧？又要事业有成，经济雄厚，还得性格好，品味佳，生活方式还得丰富多彩。我每天忙工作都忙得晕头转向，哪能事事都兼顾到啊？我现在真是有点不知所措，感觉自己不是来相亲的，是来参加选美比赛，还得全能那种。”女方却不以为然，语气越发坚定：“我就是这么要求的，反正我不想将就。我都等了这么多年了，要是找个不合心意的，还不如自己过呢。”男方终于忍不住了，啪的一声放下手中的饮料杯，直视女方的眼睛，说：“你这是在谈条件，不是找男朋友。婚姻可不是买卖，不是说你列出一堆条件就能找到一个符合你所有要求的男人。你以为你是什么公主吗？没有公主命，还得了公主病。”说完，他直接起身，头也不回地走了，留下女方一脸茫然地坐在那儿。我站在旁边，心里那叫一个凉啊，就知道这场相亲铁定黄了。说实在的，我干这行见过太多追求完美的客户，尤其是大龄女性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择偶标准，这我理解，谁不想找个如意郎君呢？可要是标准定得高不可攀，脱离实际，那这婚可就难结喽。就拿那天的事儿来说吧，让我深深意识到，
婚姻的真正意义可不是一方去满足另一方设定的标准。婚姻啊，它是一种相互理解、相互包容的过程。两个人走到一起，不是为了让对方成为自己的愿望满足机，而是要找到彼此契合的点，在往后的日子里相互扶持，一起成长。现在好多大龄女性，特别是经历过一段失败婚姻或者情感创伤的，往往就给自己设了个高标准。他们要求另一半在物质、精神、性格等方方面面都得达到近乎完美的状态，可却常常忘了瞅瞅自己身上的毛病。人无完人啊，谁能没点缺点呢？在我看来，婚姻不该是一场完美的博弈，非得争个你高我低，看谁满足谁的条件更多。它应该是两个人手牵手，一起面对生活里的风风雨雨，共同进步的温馨旅程。每个人都有不足，关键是当这些不足暴露在彼此面前时，我们愿不愿意选择包容、支持和爱护？说真的，这世上哪有什么真正的完美伴侣啊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脾气、小缺点。婚姻里的完美不是对方完全符合你的要求，而是你们携手之后能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一起扛过生活的挑战。有些女性，尤其是大龄剩女，在婚恋市场上就好像给自己贴上了高标准的标签，撕都撕不下来。我不是说大家不能有要求，毕竟过日子是一辈子的事儿，谨慎点没错。但要是要求高的离谱、不切实际，那只会白白错失好多合适的缘分。就像刚才那位客户，他要求男方事业有成、品味高、体贴入微，这些愿望本身都挺好。可他忽略了一个最浅显的现实，男方他不是超人啊，他也会累，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，工作上说不定还会碰壁，生活里难免有照顾不到的琐碎事儿，不可能事事都顺着他的心意。要是太执着于完美，眼睛里揉不得一点沙子，往往就会错过那个真正能陪自己走过余生的人。我还碰到过一些女性，相亲的时候自身条件明明挺不错，可心里就是犯嘀咕，老觉得自己配不上一个好伴侣，稍微瞅见对方某个细节不合心意，或者某个方面没达到自己的预期，就立马打退堂鼓。这种过高的期待，有时候让男方压力山大。那些优秀的男士本来是抱着真心来找对象的，结果被这股无形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，心里就会想，我这么努力表现，咋还入不了你的眼呢？到最后他们也灰心丧气，选择放弃。有时候我就琢磨，这种公主病的心态其实是对婚姻的一种误解。婚姻可不是用来实现个人完美幻想的工具，它是两个人在漫长岁月里相互依偎、相互取暖的约定，不能老是一门心思地盼着找到一个十全十美的另一半，得学会睁大眼睛发现对方的闪光点，敞开心扉包容彼此的不足，这样才能一路相伴，走过未来的风风雨雨。婚恋市场上的男女关系复杂得很，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。我们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，这没错，但在行使权利的时候得保持理性，头脑得清醒。那些过高的要求，好多时候其实是源于对婚姻的恐惧，害怕选错人，又对未来的未知充满焦虑，就想靠一堆条件给自己筑起一道安全墙。可这墙要是筑得太高，把真心想靠近的人都挡在外面了，哪还找得到幸福呢？所以啊，作为红娘，我真心希望每一位来相亲的客户，尤其是大龄剩女们，都能怀揣着一颗理智又包容的心，别一上来就拿把尺子，用标准去衡量对方，把人量得死死的。要认真去了解对方，看看他的优点，也接纳他的不足，说不定那个能改变你一生的缘分，就在不经意间悄然降临了。记住了，婚姻是两个人的事儿，不是一方单方面找条件，而是两个人携手共进，共同成长的美好旅程。咱再聊聊那些大龄剩女为啥会形成这种看似苛刻的择偶观。一方面，社会发展得快，现在的女性都很独立，有自己的事业、圈子和追求，经济上不依赖男人，精神上也越发富足。她们靠着自己的努力，过上了有品质的生活，眼界自然就高了。就像我之前认识的一个姑娘，自己创业开公司，忙得脚不沾地，但每年都能抽出时间出国旅游。见识不同的风土人情，她找对象的时候，就希望男方也有同样开阔的视野，能跟她一起探讨各种新鲜事儿。要是男方整天只知道围着家里那点事儿转，她肯定觉得没意思。
这是时代赋予女性的底气，但有时候这份底气也容易让人在择偶的时候飘起来，忘了感情这东西。最开始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两颗心的相互吸引。另一方面，大龄剩女经历的多了，受伤的概率也就大了。可能谈过几段无疾而终的恋爱，被不靠谱的男人骗过感情，又或者见证过身边朋友失败的婚姻，心里就有了阴影。我有个客户之前交往过一个男朋友，说好一起攒钱买房结婚，结果男方中途却拿着钱去投资，血本无归不说，还欠了一屁股债，最后拍拍屁股走人，把烂摊子都留给他。从那以后，他再找对象就变得格外谨慎，不仅要求男方经济稳定，还得人品过硬。每一条标准背后其实都是一道自我保护的防线，但这防线拉得太紧，容易把真心想靠近的人也挡在外面。还有就是家庭和周围环境的压力，有些大龄剩女一回家，七大姑八大姨就围上来问啥时候结婚啊，怎么还不找对象。时间长了，他们心里也着急，就想赶紧找个各方面都优秀的，一次性堵住悠悠众口。这种心态下，往往容易陷入盲目追求完美的误区，而忽略了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。咱再回过头来说说男性这边，现在的婚恋市场优质男其实也不多，竞争激烈着呢。那些事业有成、条件好的，身边追求者一大把，挑花眼也是常有的事儿。而大龄剩女们好不容易碰到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，就想紧紧抓住，又怕对方看不上自己，所以就拼命提高标准，希望能引起对方的注意，殊不知这样反而容易把人吓跑。我之前给一个大龄剩女介绍对象，男方是个大学教授，温文尔雅，知识渊博。女方知道后特别紧张，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准备，又是美容护肤，又是买新衣服，还恶补各种文化知识，就怕见面的时候露怯。结果相亲的时候，因为太想表现完美，说话都变得小心翼翼。男方问一句，他答3句，还都是深思熟虑后的标准答案，整个氛围特别生硬。男方觉得女方太刻意，回去之后就跟我说不太合适。女方大哭一场，觉得自己付出这么多，怎么还是不行？其实啊，他要是放松一点，展现真实的自己，说不定结果就不一样了。那到底怎么才能打破这种僵局呢？首先，大龄剩女们得调整心态，放下那些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标准。要明白，人无完人，你自己都不是完美的，凭什么要求对方事事如意呢？多看看自己已经拥有的，比如稳定的工作、知心的朋友、温馨的小窝，这些都是你的财富。在择偶的时候，把重点放在两个人的感情契合度上，有没有共同话题，能不能一起开心的笑，一起面对困难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其次，要学会给彼此机会，不要一见面就因为某个小细节否定对方。人都需要时间去了解，也许一开始看着不顺眼的地方，相处久了会发现是可爱的小缺点。就像我之前介绍的一对，刚开始见面的时候，女方嫌男方说话声音大，有点粗俗，不太想继续接触。但我劝他再试试。后来两人一起去爬山，男方一路上照顾女方，累了给她递水，饿了给她分享食物，还讲各种笑话逗她开心。女方这才发现，原来他是个特别实在贴心的人。声音大只是因为性格豪爽，现在两人都快结婚了。对于男性来说，也得理解大龄剩女的不容易，他们背后的压力和期待。别一听到女方提要求就不耐烦，试着换位思考。要是你处在他们的位置，经历过那些风风雨雨，你会怎么做？多一点耐心，多一点包容，也许就能发现他们内心深处的温柔与美好。婚恋市场就像一个大舞台，每个人都在上面寻找自己的幸福角色。大龄剩女们不要因为一时的迷茫和挫折就放弃希望，调整好心态，迈出勇敢的一步，也许下一个转角就能遇见那个对的人。而男性朋友们也请多一些理解和担当，让这个舞台充满更多的爱与温暖。毕竟婚姻的真谛是两个人相互陪伴，走过一生的承诺，不是吗？希望每一个渴望爱情的人都能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甜蜜。